这是捐到地震的地方的吗？对，白人送的那个。哦，送的。一车车牛粪被捐到日喀则地震灾区，很多人就纳闷了，这牛粪是什么好东西吗？我们先看看海拔4000多米的日喀则有多么特殊。全市最高山就是地球最高峰，连绵的喜马拉雅山脉塑造了它整个南部边界，与尼泊尔、不丹、印度3国接壤。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，日喀则就有5座。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镇也在日喀则。在这样的地方生活，总是有很多不同。一个日喀则市就比全国一大半的省面积都大，常住人口却只有约80万人，平均1平方公里仅有4个人。自驾在路上，常常有种远离人间烟火的孤独感。其次来到西藏日喀则，我深知这里的生活多么不容易。这里是海拔都是4000多米啊，除了县城里面有一些人工维护的树木之外，在其实大部分地区都是没有树木的。像冬天这种风刮的大一点，这个能见度非常低，到处都是沙尘的那种感觉。以前地理课上学过这张植物垂直分布图，海拔4000米以上，降水与热能都很缺乏，树木很难存活。但还好还有广袤的草原，日喀则家家户户都有成群的牛与羊，捡来牛粪就能当柴火烧，不用花钱买，甚至还能拿去卖钱。牛粪在冬天里意味着安全感，地震中受灾的他们领到了捐赠的牛粪，就是领到了一份踏实安心。海拔4000米，艰苦的自然环境，不充裕的物产，塑造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衣食住行，其中住便与这次日喀则6.8级地震造成的巨大损失息息相关。你们的房子有多少年知不知道08年？08年建的房子，花了多少钱？应该家具啊那些都买了20多万。哦，为什么这次的6.8级地震，日喀则这边有好多的房子都损坏很严重的？他们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，就是他们这边的房子很多都是用土砖来修筑的，大多数土砖跟土砖之间都是用泥巴来粘合起来的，所以一旦有地震发生啊，它这个土砖是非常容易脱落掉落下来，容易砸到你在里面住的人。很多房子都是有至少10多年的历史了，房子的损毁也比较的严重。为什么他们的房子要这样修建呢？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传统的藏式的房子，没有那么多高大的树木，他们用这个土砖呢，可以把这个房屋的墙修建的特别的厚。相对于咱们内地24墙来说，它可能是48的厚度，冬暖夏凉的。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土砖房并不抗震，一旦灾害到来，便损失惨重。遇到一位喇嘛在路边拦车啊，我就搭了他一程，然后他给我们看手机里面的照片，他们的寺庙里面到处都裂缝了，然后他带我们过来看一下。在远离震中的村子里，房屋没有倒塌，但却开裂严重，而成为危房的现象非常普遍。你们现在住在哪里？住在帐篷里面。那边的话危险，什么都有裂缝是吧？对。村子里面的人还进来念经吗？不能了是吧？就是房子太危险了是吧？不能进来了。对，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那个其他人民嘛，他们最重要的是人的命，对吧？那些都全部人有的话慢慢来，就是房子是小事情，对吧？只要有生命安全。重要的是人的那个生命最重要。面对天灾，日喀则人内心深处有一股坚强的力量。它来自于何处？行走在日喀则城区里，很容易找到答案。上海、山东、黑龙江、吉林4省市的援助贯穿了整座城市，现代化面貌的从无到有。地震后，来自全国各地的捐赠，让这座城市被暖暖的希望包围。海拔4000米，缺氧、干燥、寒冷，它令很多人畏惧，也令很多人始终怀抱希望与憧憬。太累了，与很多无法预估的危险擦肩而过，这是我之前的视频中几乎从来没有展现过的章节。几个月前，在一处著名的活火山，一位游客拍照时从火山口不小心跌落，而我也曾在出事游客跌落的同样位置打卡拍摄过这座火山。听闻此事后，后怕不已。从这样的山上跌落，必定会造成轻则伤筋动骨，重则不堪设想的后果。爱好探索的我，这一年走过火山、沙漠、雪山、草原，也受过一些伤。爬山徒步有很多不确定性，无论多么心存敬畏，怎样小心注意，意外还是有可能会发生。不仅身体受罪，各种治疗费用加在一起，对钱包来说也是重创。所以呢，很早我就给自己买了一份运动意外险，给自己的钱包和身体兜底。
我选的是蚂蚁保精选的无忧保运动意外险，它不仅能保障像爬山、徒步这类运动，像我偶尔去的蹦极、潜水、冲浪这类高风险运动，它也能保。只是一张保单就能保障100多种运动项目，不仅能保擦伤、骨折、韧带撕裂这些伤害，就连后续的康复治疗也在保障范围内。像滑雪、骑行这种容易和他人发生磕碰的，也不用担心，如果不小心造成他人受伤的，他也可以赔，自己安心养伤就行，并且还不限社保内外费用。平时用着肉疼的进口药、进口材料，也可以没有什么负担的使用。像我们常年在外旅行，一旦受伤了，家人不能立即赶来的话，它还能帮请专属的陪诊和护工人员，还有救护车、境内医疗转运、送返等服务。一旦意外发生，不会手足无措，家人也会更安心，也不用担心价格太贵，买个1年下来，每个月也就交个几十块钱，折算每天也就1块8，真的很划算。现在点击评论区链接，或者上支付宝搜索无忧保运动意外险，就能查看详情，咨询投保了。去过的地方越多，经历的事情越多，行囊也就越完备，越明白说走就走的潇洒背后需要一份支撑和保障。带着保障，带着期许，开启我2025新的旅程。他是唯一一个我觉得像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人。他出现的地方太特殊了，天坑村，猴子来了想出去都得脱层皮的地方。无意间我在地图上找到这个村子，被四周的悬崖峭壁团团围住，一个天然的大坑底部居然有人居住。他们为什么要把家安在这里？这里的生活要怎么过呢？从重庆市区出发，导航到巫山县夏庄村，500多公里，走最近的路线也需要6个半小时，是不是对重庆的山路稍微有那么点感觉了？4个多小时后到达巫山县城，与山共居很诗意，复杂立体的道路也令第一次来的人头疼。这次选择了魏牌全新蓝山一起出行，在人多车多的陌生城市里，他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司机朋友，带我安心又舒适地走进川巷。小病就靠拖，大病呢就看它的缘分。天坤村的与山共居就更令人揪心了。有些害大病的没办法，只有抬到半路上就咽气了，又抬回来。所以说那时候害大病的人只有看到他死。四面悬崖与世隔绝，戈壁战乱，而到了现代也让他们避开了脱离贫困的机会。直到村子里诞生的那位像是穿越而来的人，四周全是悬崖峭壁，周围和中间落差1000多米。他好像能预知那件事做成之后，村子里每一个人的命运必将改变。本靠药是不现实的，任何东西要靠自己。提出这个口号，提出修路的时候，全村人都反对，老百姓手中没得一分钱。我们用20年修不修得通？问大家，我们先打半年工，挣点钱回来买3菜物资，我们又修半年了，这是这样想的。坚定、清醒、思想领先，是不是像极了穿越而来的人？从1997年到2004年，毛向林动员了全村1/4的人，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、没有外界援助之下，开始徒手修路。就是望早日把这个工作修通，到时候好得到幸福了。在留下这珍贵的影像后不久，他就牺牲在了通往幸福的路上，牺牲了6位村民，经历了资金不足、方向挖错等重大打击。平心而论，如果是我在这里修路，我可能真的坚持不下去。我用了7年时间抠出来一条8公里长的天路，这条路被叫做天路。整个自驾的旅程都是舒心与感动。这次的伙伴魏牌全新蓝山，主打智驾与舒适，沙发、电视、冰箱一应俱全，一整天在山路上行驶也不会晕车难受。2004年路通了之后，夏庄村的一些村民们才第一次见到现实中的汽车长什么样。开一辆舒适的车，走一段平整的路，来到昔日不与外界通车马的村子里，路的意义无声息地深入每一个游人的脑海里。以前修路之前，咱们夏庄村在全县是最差的一个城市。那现在就是说完全都不一样了。现在我们的人均收入超过了全县的水平，40%。我发现村子里路通了，房子都变好了，但是村子里还是留不住年轻人，大都是老人和孩子。我疑惑，修路的意义还在吗？可他却一点也不迷茫。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走出大山，让我们的年轻人滚出去安心的去挣钱，要把大家弄到富起来。穿越也好，先知也罢，并不一定能改变命运，改变命运的只有一个道理：任何东西要靠自己。